大家好，这期的节目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因为习近平和他的党媒被狠狠地打脸了。这次打脸简直就是空前的前无古人可能后有来者，真的闹出了一个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笑话，包括在墙内的中国人都已经乐不可支，同时也无地自容了。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就在今天2月2号这一天，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非常醒目，叫做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这篇文章讲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来中国访问的德国共产党的书记，他口中对中国的夸奖，毕竟好吃好喝接待着，怎么能不夸一夸呢？所以他一上来说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你不知道，还以为这是习近平的官方讲话的讲稿的内容呢。其实他是一个外国人，外国政党的领导人的讲话。看来他能够把习近平的《治国理政》这本书背下来了整段话的口吻甚至用词都是那么的充满人民日报味儿。其实这只是刚刚开始后面有更恶心的。他在接受人民日报访问的时候表示，新时代10年，中国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取得了新成就，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前进。我觉得他挺适合去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主持人。当然了，他这两句话应该是用德语说出来的，很可能不是用中文。用德语说出来什么味儿，那就更可笑了，对吧？我觉得德国人看到之后都会笑出声。但是这个叫做科佩的德国共产党的书记，他没有想到他的这段话被人民日报访问引用之后，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群嘲的对象。你觉得这已经很过分了，是不是？还没完哦。甚至人民日报说，他曾经在德国的一家媒体上撰文，他在介绍访华的见闻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然后他说跟非洲的一些代表交流讲中国在非洲的贡献，最后是在全球范围之内说中国的崛起是一件好事，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维护多极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且有效遏制霸权主义。你可以看到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等于是把中国政府的大外宣想要 cover 的这几点全部都点到了全部 cover 住了。一个是中国内政好，然后一个是在国际上很多国家都获益于中国的扶持，最后是中国这个力量对抗美国霸权主义是非常好的，有利于国际秩序。你看层层递进，这就是中共党媒文宣政治宣传的一个结构。但是最有趣的是，连中国网络审查机构都发现了这条消息，这个报道被很多人反讽。所以在微博上边你搜索这个话题，居然显示说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就是你自己的官方媒体的报道这个居然在微博上边是违法的，就是他不想展示出来，不想大家去讨论，因为这篇报道会遭到全网的嘲笑。但是即使他屏蔽了这个话题，不能够让大家讨论，但是还有一些零星的留言我们看有人说，确实除了经济下行、A 股下跌、房价下降、就业率负增长、城投债暴增之外，都是积极向上的氛围。还有人开玩笑说，字太多没看，是说朝鲜吗？为什么自己骗自己？对于官媒，我都是直接跳过内容看评论的，就是看看评论大家是怎么骂的。仿佛看到了朝鲜的新闻联播，正式宣告2亿股民被开除国籍了。一台发动机的功率90%以上都用在了喇叭上，无时无刻都在告诉周围的人，这是一台好车。当这个社会只能有一个声音时，那只能是谎言。难道我们待的不是一个国家吗？终于明白浮夸风的时候，报纸上写亩产1万斤的新闻了。说实话能死吗？说实话当然会死，是这个政权会死，所以他不能说实话。甚至还有人实在受不了了，润了，说看来不是国家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亏太惨，早上随便买了张机票就去考察万恶的资本主义了，错过了在国内乐观向上的机会。希望过几天回来的时候还能体会这种氛围。定位是日本京都。你想想，这种完全背离事实的宣传起不到任何的
这种鼓动的效果的时候，那么凝结所有人共识的话术，那就是统一大业了。谁敢反对祖国的统一呢？所以后面习近平在南海、在台海发动一些挑衅的行为，也是可以预料的。但是不管他怎样的去制造这样的舆论氛围，但是现实会打他们的脸，狠狠地打他们脸。就在2月2号这一天，中国股市再次探底，跌破2700点。这篇文章看来没有起到丝毫作用，反而产生反作用。大家看到中国政府这么卖力的去宣传，就知道要坏事了，所以纷纷的疯狂抛售股票，沪指大跌超过2%，跌破2700点，2020年3月以来的首次。创业板跌幅3%，再次刷新2020年4月以来的新低。沪指和深指两个股市总计超过5100股下跌，其中600股跌超9%，130多股跌停。香港股市也因此被拖累，同样下跌1%。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展望，其实全球基金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仅仅在今年1月份，各国基金对中国的净抛售超过145亿人民币，这个抛售已经到目前为止持续了6个月，一直是不断净流出。如果从去年8月份来算的话，海外资本抛售中国股票市场已经超过2000亿人民币。当然了，中国政府肯定不会坐以待毙。那么据最新的报道，其实上期节目我也提到了，就是中国要求这些国有企业调集超过2万亿人民币，通过香港来购买中国内地的股票。然后央行行长还宣布要继续的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香港政府也说要进行一些制度性的改革，能够让西方资本更好的去利用香港的股票市场。但是全球的投资者对中国从失望走向绝望，这不是一朝一夕的，这是长期的积累过程，不是你几个临时的手段临阵磨枪就能够解决的。中国人自己也不看好中国的经济，不要说外国人了。我们看一个数据也能够体现出来，就是对黄金的需求。正所谓乱世买黄金，黄金是一个重要的避险工具。而看到最近这几年的数据，我们就知道中国经济真的是要完了。在金条和金币上的投资，中国在2023年增长了28%，同时上海黄金交易所的黄金提取总量同比增长了7%。大家已经看到了，中国政府正在逆全球潮流而动，所有国家都在抑制通货膨胀，不断的加息。但是经济呢，有没有受到重创？比如这2天刚刚公布美国经济数据就非常亮眼。那同时呢，中国却不断的在降息降准大放水，那导致就是通货膨胀嘛。那么通货膨胀钱不值钱，那只有买黄金来能够尽可能的避险，能够尽可能的防止货币的贬值。中国股市如此一蹶不振，大量股民抱怨连天，甚至他们都跑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账号底下去求助。最搞笑的是，有人讲说，现在呢讲爱国只有3种人，一个是既得利益，一个是没买股票和基金的，第3就是精神病院的。然后还有人说，真正的实事求是是在美国，这里太假了，假的太让人憋屈，特别是股市。哪里允许枪支，哪里才是自由的国家；哪里允许游行示威，哪里才是人民的国家。说得多好啊！看看中国这些网民啊，他们也都是意识到了，他们在中国只不过是被剥削的韭菜和人矿。还有人说，一些关于 A 股的评论删得很快，很反常，到底谁在删？还有人引用了这个最新的几篇文章啊，官方的文章，给中国经济打气的文章，说一艘巨轮差不多95%的动力都花在汽笛轰鸣上了。甚至还有人给美国大使馆提出一个不切实际的要求，说你们能不能把股市给托管一下？你把股市托管了，说明中国没有主权了，对吧？要托管，直接把这个国家托管算了。但是中国又太大，其实说句不太好听的话，美国不是没有托管，只不过没有托管中国，托管的是台湾、日本、韩国啊这些国家，包括新加坡，这些国家其实都是在美国的庇护之下，甚至包括我们加拿大。所以美国不是没有托管，但是是变相的托管其他的国家。但是不好意思啊，中国实在是托管不了，他们就算想托管也托管不了，体量太大，人口太多，还有一个中国共产党，他在阻挠西方势力的渗透，你不渗透进来我怎么托管，对不对？但是中国现在要跟美国直接硬碰硬，直接对抗，甚至挑战美国在全球的秩序，所以它不是一个合作共赢的一个关系。
现在已经转变为激烈的对抗和冲突。还有人说，请大慈大悲的美国来救救我们股民。我不明白美国为什么要救中国的股民。还有说，我就不明白了，很多中国的老板公司上市圈钱一笔，然后套现一笔，最后把钱转移到你们美国移民去了，国内就剩下一帮穷鬼了，你们是怎么做到的？美国在这片土地上看错2次了，第一次是上世纪40年代，就指的是抛弃了国民党；第二次是上世纪70年代，就是跟中国建交啊。他说，你们还要判断错误下去吗？来干死权贵吧！2亿股民支持你们，来吧，我们带路，救救中国股民吧！但是美国人也不是傻子，今天你们为了利益可以说让美国人来但明天你们也可以为了利益去对付美国。如果你只是因为利益受损，你就改变了态度，改变了看法的话，那你可能随时会改变，那你会变成墙头草，对吧？如果你没有一个最基本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以及对普世价值的相信，那就跟行尸走肉没有任何区别了。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人是不是真心的相信自由民主的价值，一定要看他是只是为了利益而做出改变或者离开中国，还是因为他真的不满中共体制，真的觉得自由民主是好的，专制独裁是不好的，才离开中国，或者是才反对共产党。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否则的话它就是假的。那假的话，它随时会暴露，它随时会背叛，随时可能会让我们大跌眼镜，甚至还有可能被共产党利用，成为渗透海外的一个棋子。所以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就可以连接到最近在台湾发生的一个事情，有3个来自中国的要申请难民的人被台湾政府给遣返了，他们是经过马来西亚过来的，就遣返回马来西亚了。那这个事情我会在下一期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中国穷到什么程度，太多的案例可以作为佐证。最新的一个消息在微博上面，有人就说了，有一个曾经是东京奥运会冠军的教练，他在网上讨薪，说还我血汗钱，说市政府原本发给他的奖金，就是东京奥运会获胜的奖金，到现在为止都被宁波市体育局以及宁波体校有关领导扣着。他是杨倩这个运动员的教练，杨倩获得金牌之后，这些人这些体育局的官员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但是作为冠军的教练，他本人至今分文未得。为什么？因为中国是权力至上的，这种权力结构导致你没有权力你就没有一切。这个举报信非常长，我就不再一一给大家念了，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就好了。后来这个宁波体育学校又给出了一个证明，说这个人讲的都是假的，进行了官方辟谣。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半信半疑那么最后我公开了最新的我的脸书账号这是我唯一的脸书的账号，过去的那全部给删掉了，因为太混乱。这是最新的，未来我会在上面发表我的看法，转载我的节目。如果大家有脸书账号，欢迎大家来 follow 关注，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